各位朋友，在台湾的那头日本混血品种石板明夫他的被打的这个事儿呢，台湾岛内的很多的名嘴提出了这个疑点重重啊。民进党当局台独呢，是利用这个事儿呢操弄政治化为自己谋利。7月8号的时候曾经担任这个台北副市长的李永平，他就在政论节目《新闻大白话》中针对这整件事呢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这种细节时间节点一个是高度巧合，近期的大陆的民族促进法相关实施细则落地，民进党当局呢连日不断的对外释放紧张言论，大肆渲染相关法案会带来所谓的外部压力，是吧？在这个时间点，依照民进党一贯的说辞，台湾地区并没有受大陆管辖，无需对法案过度紧张但是呢，岛内的府院这个台独的高层连日反应激烈，舆论本身就充满着疑惑。袭击案恰在此敏感时间点爆发，时机未免太过凑巧了吧？案件初期呢，警方还没有查清动机，却直接给扣上跨境打压的帽子这个现在呢，人家说认错人了，根本你没法确认是否存在的政治因素。但是民进党的高层副地区领导人什么萧美琴等人呢，第一时间统一口径，直接将普通的治安冲突定性为大陆相关法案落地后的跨境镇压的实证。李永平直言呢，在案件尚没有定论的前提下，你们台独给出了这个预期的结论，这种操作十分反常嘛，是吧？萧美琴呢，那个娘们儿更是对外称此事让自己难以入眠这刻意的去矫情，刻意营造恐慌的氛围，李永平如此评价，对吧？那么这个行凶者的身份细节呢，是香港护照，还是有一个大陆的同伴再搭配着台湾当局的政治化的解读。李永平呢援引了媒体人樊启明的观点直言，整件事情的套路高度相似于早年的王立强风波，堪称王立强 2.0 版，对吧？就当年我指出来的那个骗子号称自己是什么这个中国特工的那个骗子，是吧？台湾人捡着块这个牛粪当成宝，结果最后证明什么呀？那就是个小骗子嘛。说李永平说这两件事逻辑高度雷同，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民进党想借此操弄岛内的舆论，沈富雄都看不下去了，直批高嘉瑜胡说。虽然高嘉瑜跟我感情还好不错，但是他刚才的讲法我一大部分不同意，因为石板明夫最近这几年的言论其实他只要敢跨过台湾一步，去到香港，去到中国大陆，我保证想打他的人一大堆，你知道吗？这个不要引用谴责暴力，谴责暴力，不要引用这什么民主团结法啦，还有我们陆委会都赶快讲说要抓这个在地协力者马上说这是香港来的，这一大堆其实都是过度反应，包括高嘉瑜刚才的言论，我觉得这个都是过度反应。我告诉你，石板明夫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的绿，而且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呢，他最近有一个民调，有一个言论非常奇怪，因为他大概出去走一走，他有一个田野调查类似的，他回来感到很遗憾，他说台湾人怎么明朝的20几个皇帝，清朝10几个皇帝都倒背如流对日治期间台湾的20几个总督一个都背不来一个都背不来他对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感到遗憾你可是荒唐不荒唐我觉得这不是我主张应该揍他了，我觉得很多心理学的时候这该揍的人
一定不少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哦，你没人讲安尼不票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说我在鼓励暴力，这太离谱了嘛！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没有人点出我刚才讲的这一点哦，没有人一个都没有。我刚才就给你醍醐灌顶，让你头脑清楚一下。你这款代志会用笑嘛？讲出来会用笑嘛？我们台湾因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所以不管你支持蓝绿白，甚至有觉得说两岸和平统一也好的言论，都是可以被允许被接受的。我可能跟你意见不一样，但是你不可以动手。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打人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很蠢，然后很糟，这当然是谴责没有问题，这是谴责的部分。第二个层次是他是不是预谋犯罪？现在看起来他是预谋犯罪啊。好，他是预谋犯罪，那背后的动机可能百种。那当然，高嘉瑜是立刻把他上纲到说，哦，这个一定就是中国大陆派人来，然后要修理人，然后以后啊，他们就会常常派人来，然后修理这个、修理那个、修理这个、修理那个，所以呢，大家会人心惶惶。我说有待司法厘清。好，你让我讲完嘛，哈，对我现在就讲说这件事情的无限上纲本身其实就是在恐吓台湾民众。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当然我不能说他一定不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也太蠢了一点。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本身能够起任何的恐吓效果吗？我不太相信。事实上呢，相反的，因为这个人他犯了案，他又没有对于石板民夫产生那一种真正恐吓性的效果。当然，暴力犯罪不管程度的轻跟重都是谴责的。可是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想要恐吓台湾民众，我必须说，光是行为本身要恐吓台湾民众，其实我认为是不可能。但是现在民进党在宣传了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大阴谋这件事情，我反而认为这是在恐吓台湾民众。就是民进党这事发生以后，立刻就那个口径就统一的啦。对啊，从中央到地方就是因为民族团结法，所以呢这个来执法。我认为这个两回事了，根本没关联了。不过我对台中市警察局那么快抓到人是肯定的，当然了，肯定的。对啊，你以后来一个我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对啊，那你再来啊，就把你抓到。你以为台湾让你这样来去自如啊？再怎么样，就算是不同意这个石板民夫打人也是不对的，怎么样都不对。台湾本来就容许各种不同的言论嘛。那如果不同意我就打你，不同意我就打我，那台湾不天下大乱吗？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人抓到是对的。那至于他动机能不能查得出来，我也很怀疑的。他不讲你怎样，你就查到通联记录，是不是能查出动机很难讲。但是只要干这种事情，对不对？干这个事就把你抓到，让你知道说搞了个半天，得不偿失，搞得很丢脸。那以后也许就可以遏制，或者是至少减少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动作会这么快？捡到枪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自来油闹得沸沸扬扬，焦头烂额，忽然间来个石板民夫被打，你现在民进党这一下不就是我不好以小人之心度他，一定会这个说哇Q 得行。你想想看，这个案子所有的在台湾政坛里面最容易引爆、最容易吵、最容易聚焦，不就是都元素都具备了吗？大陆过来了，透过香港，是大陆籍的，竟然秦蒙打欧跑到台湾来，然后呢，对着石板民夫这个绿的，经常为台湾发声的，而且是个外国人，还为我们台湾发声的，结果呢，暴力相向，打了他，而且打了还想溜，还有警察很厉害，那赶快在机场就把这个人逮到了。你想想看，这个画面，你看所有的能够衍生的负面的讯息，抗中保台这个老剧本，今天找到一个新材料、新剧本，不是吗？所以我真的有不祥的预感，不祥之兆。到目前，我刚才问说，那新抓到这位姓廖的有没有进一步消息？没有，没有。当然，我可能认为说人家警察在办案嘛，但倒过来讲，如果有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个人到底是基于私人动机，还是后面有什么组织安排？这你问一下，赶快澄清啊！如果没有，那我认为会不会我刚刚讲的，民进党正在掌握资料，
开始操作，开始设计，开始布局，后面要一步一步怎么样把它扩大，刚好两重作用，一来转移掉这几天食用油的处理一塌糊涂的负面的效果，再来为后面的选战开始打造一个太好的出口，一路就往那边攻。前个阶段你看沈伯洋那个哩哩啦啦那个表现那么糟，这下不就可以完全翻转吗？真是希望哇，我这个乌鸦嘴啊，我这个小这个不光明磊落，可是我真的是在台湾待了这么久，怕了。那我不晓得这位老兄怎么会这么专程跑到台湾来揍人？而且我看他是怎么样，他可能是事先就知道有这一场石板民要被邀请去演讲。我看那个报道是他在那边待了1-2天的，进进出出在那边等很久了。然后问了一下说你是不是石板民，砰就过去了，打得他嘴角都出血。那到底是为什么？我说真的，如果真正是一个要镇压石板民有那么重要，他在台湾发挥非常非常大的恶劣的作用，严格讲他是好吧，但没有大到那样。如果真大到那样，你想想看，老共如果真要出手，那以他们很多，你看什么格别乌，你看这个摩萨德会在那边大庭广众之下，然后揍了要溜了还被逮到。讲不客气一点，今天稍微一般的职业杀手、职业凶手，该溜的经常也可以溜得掉。那你看看这位啊，我要不是帮他讲说，光看他那个布局，光看他的选择时间，光看他的出手，看他以及自己失败事情之后讲要溜，你这些手法一弄起来，他当然有他个人的政治立场，我认为了，要不然台湾那么多，除非讲不客气，石板民跟他借过钱欠债吗？还是什么？没有的话，那当然我推这是政治性的原因比较多，可能透过网络，透过怎么样看到石板民经常在那边胡扯八道，我认为这家伙是很糟糕的，做了非常多负面作用。就像主持人讲的，你煽风点火，到时候你会来帮忙共存亡吗？你对两岸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所以对于大陆一些朋友看的，当然是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啊！如果他刚好又有香港的啊这个通行，他就跑过来，然后就个人泄愤，就个人泄愤，不要把它扩大，说这个是组织行为。你看，已经讲成什么大陆的跨这个镇压，哇，还得了了啊！大陆一个个人行为，台湾有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有我们像我们这些人，我认为我还不错，我是个像样的。也有青鸟那种烂人，是不是？那台湾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大陆14亿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如果是这位姓廖的个人的行为，你就把他当个人行为。大陆在两岸关系，在民进党如此的恶质操作情况之下，会出现如此愤怒的人，甚至施暴的人，你们民进党会意外吗？你们真的觉得怎么样？你们是正义之士，你们讲的都对的。所以人家打你们是不应该的，你要想想你们的恶行恶状，就会招来这样的人，那你敢做敢当。我不是帮他脱罪，我是讲他如果个人很有可能就引发这个事情，那你就不要把它扩大化，什么大陆甚至再进一步，他是有组织的，是老共官方的，那就会不得了了，是吧？问题是现在这个掌控在你们手里啊，这个人会帮他请律师吗？会有机会被该进行他的保护权利吗？还不知道。第二个，你看看现在都讲说跨境镇压，我靠！如果只是一个个人啊，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政治不满的泄愤行为，跟镇压有什么关系？那镇压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镇压，他还用跑啊？镇压就是民进党经常在台湾镇压，像那个陆配。叫雅雅，我帮过他，那个是典型被你们镇压，被你们镇压，真的有苦难言啊！只要被迫放弃权利离开啊！镇压者是怎么样？不讲理、滥权，然后照样没事，因为他大权在握，这叫镇压嘛！啊，这位老家伙，这个就溜了，还得什么化妆穿黑衣服，穿成白衣服，然后跑到机场被逮到，这是怎么样？就是个人他也知道没有那么大靠山，这叫镇压。我认为就是这个泄愤啊，你不要把它夸大到镇压。你想想看，镇压这2个字，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格，要有什么样一种权力结构才能够镇压。但是用这个字就表示，你看，果然在两岸关系，老共天天就是大欺小，要镇压我们。这个事情打石板民夫这个具体而为，就是这个的展现，就开始把它无上的扩大。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来这个东西。我还是一句话，你们秉公查案，这个人动手打人，当然就犯法，就犯罪，该怎么处理就处理。第二个，跟他的身份没有关系啊。他除非有奉有组织的任务，他如果什么通匪罪什么没有的话，你跟他身份无关嘛。他从哪里来？今天他动手打人就是不对，不要再扩大，好吧？至于说弄完之后，请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我刚才已经大概讲了嘛。石板民夫这一类的人，在两岸关系里面产生这么多的作用，相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的朋友，他们希望两岸和谐的人，当然会引发这种政治性冲突的可能性。只是这家伙把他付诸操作，动手打人不对，那是一个政治性的分析，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打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句话，如果是个别的、个案的、个人的，不要无限扩大。他是有政治动机，并不表示这件事情就是政治性的，后面有政治集团在操作。你们这些想要搞的，我告诉你，我脑筋很清楚。我猜你们可能在那边搓，准备在盘算，轻鸟侧翼，蠢蠢欲动，好吧？那等着观察。但是脑筋清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今天承办的单位，希望你们秉公处理，我心如秤。这个事情有高度政治性，但是你们不要受那个干扰，该如何办案就如何办案，啊！不要在已经这么乱成一团的时候再来搅局。更重要，不要让民进党拿到一个转移政治责任捡到枪，那就是罪莫大焉。郑老先生那脑筋非常清楚啊，民进党现在就想靠这个事儿转移他自己的那些烂事儿啊，转移焦点的一个作用嘛，是吧？不过呢，石板民夫这头这个日本的混血品种在台湾也是民愤极大呀。打得好，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